女孩凭借完美的容貌身材收获上亿粉丝，但她的家里却藏着一个丑陋的怪物。这个人就是曾经的好莱坞巨星伊丽莎白。年过半百的她已经没人关注，只能做一些没人看的健身栏目。这天，白姐本打算上个厕所，却发现女厕所正在维修。她看四下无人，便进了男厕。根据正常节奏，意外也应该来了。万恶的老板走了进来，对电话那边的人疯狂吐槽，说白姐已经过气，他1分钟都不想再看见她。This is network TV, not a fucking charity. Find me somebody new. Now. 浑浑噩噩的白姐开车回家，看见自己仅剩的广告牌也被拆掉。就在分神之际，一场意外也随之而来。好在车祸并无大碍，但心里的自卑感却没有一丝好转。这一切都被身后的年轻医生注意到。在白姐离开之际，他说还要做一个特别检查。他非常仔细地检查白姐脊椎，一边检查还一边说着非常完美。离开的时候，他说白姐是非常好的候选人。当白姐离开医院后，发现口袋里多了一个东西，打开一看是个 U 盘，很明显这就是刚才医生塞给她的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白姐打开 U 盘，里面的视频表示只需打1针就可以改变体内的细胞，它们会不断再生，孕育一个新的身体。 1 week for one, and 1 week for the other. A perfect balance of 7 days each. The one and only thing not to forget. You are one. 面对这种虚无缥缈的说辞，白姐根本不信，把 U 盘当作电信诈骗扔进垃圾桶里。当天晚上，白姐跑到酒吧买醉，在酒精的刺激下，白姐更加希望看到年轻的自己。于是，她给生物公司打去电话订购产品。不久后，她收到一个号码牌，根据昨晚记下的地址，她来到一个简陋的仓库。白姐用503号打开卷帘门，进去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纯白的房间。在503号柜，她取出一个箱子，打开箱子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套绿色药剂和针管，上面还有缝合用的剪刀针线，还有一套抽取设备，上面标注1到7的字样，一套血液交换装置，2袋营养剂，最后就是类似于警示的白纸，一句是每星期要有一个循环，一句是记住你是唯一的。这些东西怎么看都有点不靠谱，但在欲望的驱使下，白姐还是将不知名的绿色药剂打入体内，紧接着便是一阵天旋地转，白姐无力的摔倒在地，一时间白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，后背上还有一个肉球在乱窜，突然间后背裂开一个巨大的口子，一条腿从里面伸了出来，最后白姐的意识彻底消散。当再度恢复意识后，她第一眼看到的竟是一双粉嫩的手。她站了起来，擦掉颈上的雾气。白姐终于重获青春。不过此时的她不应该叫白姐，而应该是小白。小白继承了白姐的所有记忆，也就是说，她就是另一个白姐。欣赏完自己完美的身材后，她才想起来地上的人。她打开工具包，拿出针线，把白姐后背上巨大的裂口缝了起来。最后拿出营养液来维持白姐的体能。洗完澡后，她对着镜子想发出声音，但却感觉头痛欲裂，还流出不少鼻血。她这才想起来还有一套设备，小白需要抽取白姐的脊髓来维持生命。针管的储存上限是7天，在1周内她可以自由活动，但7天后她必须唤醒白姐，让自己沉睡，否则就会有可怕的后果。随着脊髓液注入体内，小白感觉浑身轻松，就像重获新生一样。这副身体似乎继承了白姐的天赋。她来到白姐的公司面试，面试官被小白的身材彻底迷住，就连老板看到后都非常震惊，当即决定要为小白出一个节目。但小白却提出一个条件，那就是每工作1周就有请假1周。老板愣了一下，虽然有点过分，但他不想错过如此美人。小白对电视台的工作似乎游刃有余，老板对小白也是大力培养。但很快7天过去了，小白即将迎来第一次沉睡。他用最后一套设备开始将血液互换。当小白的血液进入白姐身体时，白姐突然苏醒。白姐第一时间就是观察小白的容貌，她现在心情很复杂，原以为是自己变年轻，没想到是多了一个年轻的自己。这7天对白姐来说就跟坐牢一样，除了去仓库拿药剂之外，其他时间都是宅在家里，为了给自己圆一个梦。这些对白姐来说根本不值一提。相比之下，小白就活泼多了。他不仅对新鲜事物非常感兴趣，甚至想到如果以后处对象来家里，白姐被看到就不好办了。于是他拎起大锤开始改造浴室，在这里打造一个暗格，把昏迷的白姐拖了进来，还把白姐老气的照片也藏了进去。为了庆祝事业长虹，他跟几个同事去酒吧狂欢，当天晚上就带回一个小鲜肉回家打扑克。可在关键时刻，小白开始流鼻血，因为今晚正是应该交换的时间。为了一夜快活，小白毅然决定违背规则，在白姐身上多抽取1天的脊髓。 What did you do? You seem even more beautiful than before.
第二天，白姐醒了过来，发现家里一片狼藉，看来新的自己已经适应当前的生活。但白姐却发现一根手指出现严重衰老，她突然意识到什么，看到后背的针孔，她知道是小白违反了规则。她给商家打去电话，但商家表示发生的事无法逆转，除非你不再唤醒新的自己。就在白姐纠结的时候，电视中出现年轻的小白，为了自己的梦想，她还是决定到期唤醒小白。这天，白姐在餐馆吃饭的时候，一个老头问她是不是感觉这7天很难熬。白姐看着地上的号码牌，还有后背的疤痕，她瞬间想到这老头就是当初的年轻医生。老头警告白姐要适可而止，因为人的欲望无法被控制。 Has she started yet? Eating away at you. 回家后，白姐决心要证明自己。这么多年，她都没感受过爱情的滋润，这也让她的内心无比寂寞。她想起前不久碰到个老同学，他一直在电视中关注自己，也表达对自己的欣赏，当即打去电话要跟对方约会。白姐找了一套最漂亮的衣服，又在镜前化了一个最完美的妆。临走之际，她发现密室没关，关门的时候，她无意间看到小白精致的脸。再次回到镜前，她突然非常厌恶衰老的自己，她特意又换了个口红颜色。准备出发的时候，她无意间看到小白巨大的海报，眼前的女孩让她感到无比自卑。于是她又返回浴室，戴上丝巾遮挡衰老的皮肤，又是一顿捯饬，化上更浓的妆。但这么一通折腾下来，也让白姐逐渐暴躁。当小白醒来后，发现满屋狼藉，自己的时间根本不够用。而这个老太婆每天就知道看电视，要不就是放飞自我，胡吃海造。她给商家打电话抱怨，甚至想彻底取代白姐。来到公司后，老板告诉小白，今年的新年演出要让小白当主角，到时候会有5000万人关注，小白将借此机会一战成名。听到这消息后，小白非常兴奋，可要把握住机会，他就要有大量时间来彩排。他再次违背规则，多次抽取白姐更多的脊髓。当白姐醒来后，发现多个部位严重老化，他又一次给商家打电话抱怨，而商家的一句话却让他愣住了。She's a selfish bitch. Would you like to stop? Stop. 面对触手可及的成功，他还是动摇了，甚至开始坚信小白能够遵守规则。此时的白姐为了圆梦已经逐渐疯狂，她把家里祸害得不成样子，也想以此来警告小白要遵守规则。可当小白醒来后，却非常生气，他认为这样的老太婆就应该彻底消失。于是他直接在白姐体内抽了1个月的骨髓用量。这1个月的时间，小白活得相当潇洒，不仅在事业上远远超过当初的白姐，甚至还招来富二代的青睐。就在二人准备一夜春宵的时候，小白发现1个月的脊髓竟然全用完了。他又在白姐体内抽了一管，却发现这时的脊髓液竟然是黑色的。他当即给商家打电话求助，而商家却说唯一的方法就是马上交换，只有这样脊髓才能逐渐恢复，否则今天就是小白的死期。面对死亡，小白终于慌了，他不再顾及卧室里的富二代男友，只能去拿设备准备唤醒白姐。但此时的小白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没拿到设备不说，还惊动了富二代。男人向浴室走去，而苏醒的白姐却抢先一步关上了门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白姐此时已然面目全非，她愤怒地吓跑富二代，随后来到仓库拿到终止剂，她将小白拖到客厅，只要给他打1针就能停止一切。白姐毫不犹豫地扎了进去，可当药剂进入一半的时候，白姐却停了下来。眼前女孩的成就已经超过了自己，而今天就是新年的特别节目，只要过了今天，白姐也相当于完成了梦想。想到这儿，白姐拿来设备准备救小白，可这次换血却出现了意外。小白虽然被救活，可也醒了过来，但白姐却没有昏迷。小白看到打了一半的终止剂，他以为白姐要杀了自己，当即愤怒地追打白姐。年老体弱的白姐哪里是神力无比的小白对手？小白走上去，活生生将白姐打死。今天就是新年节目，只要过了今天，哪怕明天就死也没有遗憾。但由于没注入脊髓液，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奇怪的变化，咳嗽2下，竟然掉了几颗牙齿。为了梦想，他调整状态准备上台，这时却碰到老板带着几位富豪给他打气。Pretty girls should always smile. 老板让他多笑笑，但此刻的小白哪里还敢笑？等待上台的期间，小白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再次醒来后，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怪物。就算如此，他还是没有死心。他带上白姐的照片，还特意涂了口红。上台后，照片不小心脱落，所有观众也看到了丑陋的怪物。而此时的小白也彻底到达极限，他的身体突然爆炸，喷出的血肉洒满整个舞台，仅剩的一堆腐肉像五角星移动，因为这里也是他毕生追求的终点。